SpaceX 正式上市，上涨了19.22%，看着呢好像没有那么的达预期。纳指上创下跳之后，最终呢收了一根小阳线，但是呢已经转为了空方带。美股只是一个反弹行情吗？什么时候美股会重新的形成上涨行情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存储板块继续的走强，算力模块呢也在悄悄的启动。闪迪的话呢，盘中最高价已经触及到了2000块钱的关卡 ，AMD 也涨了4.73%，下一个目标它就是新高546块4毛4吗？比特币的话呢，即将要触及到空方带了，相关的概念股还能涨吗？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4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呢现在只是一个反弹行情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的这一个3个指数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的这一个状态。那么纳指呢，什么时候呢可以重新呢像这一波4月份到6月份这样的这一个行情变成的是一个反转的上涨行情呢？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会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 AMD、Circle、美光、LITE、AVGO 以及呢这一个英特尔。当然呢，这一个 LITE 包括 AVGO 跟英特尔呢这几个股票的话呢 Josie 是没有操作的，但是有内部的学员给 Josie 留言，希望呢可以解析一下现在的话呢该怎么样去操作，尤其是一个英特尔来到了前期高点的这一个价格。当然如果手上的话呢有这一个股票 Josie 没有给大家分享到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接着我们进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纳指目前能看到的一个点啊，从这一个底部跌下来了之后，在周三的时候进入到这一个机构低吸的这一个状态，并且机构低吸转为了做多。虽然呢它在这个位置当中确实来讲它会有这种反弹的这一个机会在里边啊，但是有学员问到说它会不会像这一个4月底这样的这一个行情，我觉得概率性呢目前来看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当时在这一个4月底的这一个行情的时候，当时是从2月份跌下来，跌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之后，出现了这一个价格便宜，才开启了这一波将近了2-3个月的一个上涨。现在的话呢，它是刚转为空方带不久的，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我个人的这个观点会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呢反弹的这个行情去做。什么时候它有这一个转为这种反转行情，像这样的这种行情出现呢？我觉得最少纳指在这个位置当中，它要给我收阳线，把这一根放量的大阴线给进行了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能进行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么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呢它就会变成了这一种反转的行情。但如果这个价格它是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的，你反而呢要谨防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它只是一个最后逃生门的一个阶段，它在这里只是一个呢短期的反抽行情，反抽完了之后呢，它还会有更高的反抽完了之后呢，它还有更多的这一个下探的这个空间。那么这根阴线的这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大概来讲在26,572.25的这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有这一个美股的这一个小伙伴，一定要记得啊，确实来讲短期它会有反弹的这一个需要在里面。但是的话呢，没办法突破这一根大阴线的高点的，那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反抽行情。毕竟目前刚转为空方带呢没多久，它只有干嘛重新的站回到空方带之上啊，像它前期这个位置一样，突破了这一个空方带，把前面的一些主要的阻力给突破了，那它才能形成这样的反转行情。所以如果呢打到了这里，收到的是实打实阳线，突破完之后再来个企稳的，那就没有问题。打到了这一个价格，它给我收到的是带有这种呢长上影线的这样的阴线，或者呢是高开低走的这样的阴线等等，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可能呢就反弹结束了。为什么 Josie 一直要跟大家去讲在这里呢要注意它的一个反抽？因为你会发现啊，如果说这一次的纳指反弹上去，它没能突破这一根大阴线的一个高点，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
标准的头肩顶的这一个形态。你能看到这个位置是它左肩的位置，这里是它的一个头部，再一次下来上去，如果这一根大阴线的位置它没办法突破，往下跌的，那么一旦呢跌破这一个颈线位的位置，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顶的这一个形态。这么大级别的一个头肩顶，最少它的调整呢，它就得达到多少？它得达到2周以上。所以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先当了一个反弹的这一个行情。那么对于这一个美股最近的这一个操作，你会发现啊，上蹿下跳，一天的这一个波动特别的大。所以也是针对现在这种行情，我们是不是在内部课程当中给大家去讲过啊？目前这一个美股的一个操作，它是特别适合呢去做这种呢超短线的这种操作的。什么叫这种超短线的这一个操作？2个周期一起去看，一个的话呢就是30分钟或者60分钟这样的一个短周期，加上日线这2个周期去做，直到什么？直到就是一切尘埃落定了。比如说等到这一个6月17号的这一个议息会议出来结束了之后，市场呢已经趋于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这个阶段我再重新的去看日线去做这一种呢短期或者波动的这种行情，我觉得会更加安全一点。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上蹿下跳的，再加上呢有这一个 K 线大师川普的这一个存在，那大家更应该呢要谨防，就现在这一个行情，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做超短线的。那么对于这一个超短线，我们来看一下纳指它在这一个60分钟图上的一个走势。那对于这一个纳指的这一个60分钟，它在这一个底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有给大家去讲过它的一个机会的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在6月11号开盘之前也就是在这一个周四开盘之前，我们当时给大家讲过，因为它的这一个日线的话呢，纳指它是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但是当时它还没有确认所以就让大家呢再等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之后呢，你再去进场。当然如果说我就是不想等它日线确认完再去进场，我想先进一步去进场的，那么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干嘛？看它的这一个日内去操作。因为在60分钟图上，当时呢纳指在这个位置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价格便宜的一个状态，也就是白色 K 线。如果呢它能确认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具备这种反弹的这个机会。没能确认的，那我就再等等。当它真正的这一个机会，一定要等日线确认了之后呢，它才能走一个3到5天的这一种行情。那我们能看到，讲完这一个纳指之后，它当时在这一个位置开盘了之后，立即是收了一个阳线，突破了白色 K 线的这一个高点，形成了一个确认。那我们想要去做的学员，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去进场呀？当然有学员会讲到，我在这个位置进完场之后，它立马干嘛？收了一个阴线，但你会发现这一个阴线它有没有收盘价跌破我们的止损位？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就是说根据这一个白色 K 线进场的话呢，以白色 K 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的情况下，那我就止损出局，没破的那就没有问题。纳指在这一个位置60分钟图在这一个10点30分的这一根 K 线的时候，它是不是没有进行一个跌破？没有跌破，那就说明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拿着。这个是我们在6月11号给大家讲的。那接着的话呢，在6月12号这一期视频当中，我也给大家去讲过因为当时它的这一个飘带它是一直在收窄的，然后我当时讲，如果说呢这一个纳指可以在这个位置继续黄烛的，那你可以拿着。如果说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了，那我就离场。它最后干嘛？它在这里虽然说呢有这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但是它没有跌破黄烛的低点，所以呢可以一直的拿着。然后当时的话呢，它在这个位置还没有转为这一个多方带，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去讲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如果可以呢转为这一个多方带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就能带动着这一个日线有一个3到5天的这一个反弹行情。目前来看，它是已经转为了这一个多方带，所以美股的话呢，它在日线上它是具备3到5天的这种反弹行情的。那回到目前的这一个纳指身上，它是不是已经是转为了这一个多方带，并且的话呢，它的60分钟图是一直呢在收窄的这一个迹象说明现在其实在60分钟图上呢也有在干嘛，在等待选择这一个方向。
如果说你已经进场了的这一个小伙伴，那么你现在的一个操作的策略的话呢，个人而言，你可以以这一根9号 K 线，它在60分钟图上出现的这一根9号 K 线，它的一个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啊。它的一个低点25,827.21，高点25,952.89。如果说呢，它在这一个60分钟图上收一个阴线，跌破呢这一个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形成一个高位9结构的，那我建议大家在这里进场的，你可以考虑呢，在这个位置要不要先止盈离场，等它回来到这一个飘带，并且出现止跌迹象之后呢，我再去操作。当然有些学员会讲到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呢在这个位置卖完之后，万一它在这一个飘带立马止跌了怎么办？因为谁也没能确认它在这一个飘带的位置100%它就能干嘛回踩确认能止跌，万一它来个阴线一颗一根的把它给跌破的情况下，那么它就是属于干嘛一个反弹行情而已。所以在股票呢，所以在这一个走势没有走出来之前，谁也不确定它在这里100%它就能企稳，那我们既然出现风险，那肯定就先规避风险。那相反没有收到呢一根实打实的阴线跌破它的一个低点的，那我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第二个的话呢，它能不能收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高点25,952.89的这个价格能突破的一个情况下，那基本上呢就说明它是一个中继9结构，中继9结构那就意味着这一波行情它没有涨完，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涨，那我就可以呢继续的拿着。OK， 这个呢是讲到的对于这一个美股，目前个人的观点还是一样，超短线的去做啊，就是这一个日内的30分钟图或60分钟图结合着日线一起去分析。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这一个标普500。标普500的话呢，也是转为了这一个空方带，但它的一个空方带的话呢，没有纳指那么的明显，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刚跌破的一个状态。那它的走势呢，跟纳指一样，我就不再给大家分享了啊。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一个防守位，它的防守位也是一样，先定到这一根大阴线所在的位置7541.81。它如果能收阳线进行一个突破的形成的，那就是一个反转行情，那我们就可以参考呢它前面的这几波行情。那相反，它假设上去的时候没办法呢突破大阴线高点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就把它当成一波呢短期的反弹行情。反弹行情结束完之后呢，我们就更加呢要注意一下及时的获利了结。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呢头肩顶的这一个形态。当然如果说你手上的一些股票它没有跟大盘是一样的走势的，它走出来的是有它独立行情的，你比如说呢像这一个存储啊，包括呢最近的这一个包括这一个光通信等等，他们是能走出自己独立行情的，那你有具体的股票具体分析，那跟这一个大盘的走势一样的话呢，那你就注意一下啊，它也得去看一下这一根大阴线能不能去进行突破，能突破的那行情依旧强势，接着奏乐接着舞。它如果没能突破的，那心里边有预期啊，我们做完一波短期利润之后我们就跑了。OK， 这个呢是讲到的 SPS，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的话呢，就是这一个 SQQ 的话呢，我们当时是在这一个位置啊，让大家呢去买啊。当然有一些学员说，你涨的时候你说，跌的时候你就不说了吗？不会，涨跟跌 Josie 呢都会给大家去讲。根据 Josie 的个人的这一个习惯啊，我一般让大家买了的话呢，那么在这一个最少哪怕呢它没有干嘛，它没有上涨，它出现的是一个止损，我也会跟大家去讲如何去止损的，不会说它涨的时候我就讲，跌的时候我就不讲，不会，我一般就是有始有终，给大家讲了买点，就一定呢会给大家呢去讲它的这一个离场点。那么回到 SQQ 身上啊，我们当时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啊，看着它出现了价格便宜的这一个确认，然后呢还想着呢它突破了空方带，能转为这一个多方带。但稍微比较遗憾，就是它在周三的时候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黄烛的这一个信号吧？出现完了之后呢，它在周四还收了一根实打实的阴线，把它给跌破了啊！把它是给这一个超买的这一个信号，把这一个黄烛的低点是给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一个跌破，形成了一个超买的这个确认。所以当时的话呢，在 SQQ 在这个位置当中就应该干嘛？选择呢
该止损的得止损，该止盈的话呢也得止盈。然后的话呢，周五又跌了回来，虽然它现在的一个空方带很窄很窄啊，但是如果说它在下周的时候，它还是收干嘛非常实在的这种阴线跌下来的话，那就说明它在这一个位置，它的空方带没有反转成功，它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那相反，在下周，假设呢，它可以在这一个空方带收窄的位置，它可以收那么1到2根这种阳线档，而且是比较正常的这种阳线档，那么它在这里就会转为这一个多方带。所以有 SQQ 的小伙伴啊，在周四的时候就应该选择在这一个位置，该止损止损，该止盈的止盈。那如果说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离场这一个 SQQ 的怎么办？那么的话呢，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你可以定到这一个缺口下沿的这一个位置，因为这个缺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回补的啊，你可以以这个缺口下沿的位置作为最后的止损的价格，大概来讲38块9毛6。跌破的话呢，我们就得止损出局；没破的，那我们就暂时再去拿下下。其实对于这一个 SQQ， 如果说你是有正常按照我们当时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让大家买的，如果说你是有买的状态，那么如果说你拿到现在，只能说呢你赚的钱都回去了，但是基本上说要触及到止损应该不至于啊，应该说不至于这一个亏损。如果说你买的是比较晚的，那就没办法了，那可能就得呢止损出局了啊。所以38块9毛6一定要作为我们最后的止损价，跌破我们就止损出局，没破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继续的再去拿一下下。OK，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 Joyc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的话呢，就是这一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呢，我跟大家讲过了啊，因为当时它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所以走势来讲稍微是比较的弱的。到目前为止，个人的观点仍旧没有变过。虽然我们从这个高点跌下来的时候，就一直跟大家讲，这个200块4毛1的这个位置，它是有支撑在里面。这一轮当中，也确实来讲，它就是跌到200块4毛1附近的位置，进行了一个止跌。但是个人的这一个观点的话呢，英伟达现在来看，仍旧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状态啊，相对来说处于一个弱势，不是说它已经开始就是走弱啊或怎么样，就是它没有那么吸引人了。就现在的这一个市场当中的这一个资金，没有呢再把更多的目标放在英伟达身上，所以它整体来讲呢，涨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尤其是今年这一波上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一个涨幅，它没有其他的一些个股来得多，因为现在的话呢，有比它更加吸引人的这一些话题或者说这一些素材在等着大家，所以英伟达的走势相对来说会比较弱。所以对于英伟达这一只股票，虽然呢 Joyce 一直给大家讲它是相对比较弱势，但是有学员说就是我一定要去做这一只股票不可，我非做的话呢，那也不是不行啊，那你就干嘛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因为它确实来讲在200块4毛1的这个位置，它是有支撑在这里的，看一下英伟达在这个位置能不能撑得住。那能撑得住的话呢，确实来讲，它短期可能呢会有一波反弹的行情。为什么是反弹？因为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的，它的这一个，因为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的，上去了之后，如果说触及到一些关键的阻力位，比如我们讲到的啊，像这一个0.382的位置，208块9毛3的这个价格啊，它肯定呢会有第一个阻力位，这个位置呢进行一个突破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看哪里？看这一根大阴线的这一个位置，这个价格大概来讲214块8毛7啊，这两个位置当中的阻力都是相对比较不错的，所以如果呢你一定要去做英伟达的，那你就注意一下这两个关键的阻力位。除非就是英伟达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有特别多的这一个利好，不然的话呢，我觉得还是3月份讲到的这一个观点 ，AMD 呢它会比英伟达更值得大家期待。好，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呢也差不多啊，它也是转为这一个空方带的这一个状态。然后的话跌到了这一个0.618 381块6毛1之后，在这个位置止跌，然后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目前个人的观点对它也是一样，只能在这里做一个反弹啊。确实来讲，
因为呢有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它确实来说有短期反弹的这一种机会在里面，但是注意一下反弹的这一个空间。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的话呢，大家也是一样，可以先看了0.382的位置，409.03块的这个价格，这里能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的话呢，那你可以再看这一个蓝烛的一个高点，大概来讲424.6块，也是一根大阴线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两个价格对于现在的特斯拉来讲，它肯定呢会有阻力的作用在里面，所以如果说它是继续收阳线，一路收阳线的，那你可以就拿着。那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啊，收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形态当中的任意一种的，那你心里边都有预期啊，这个位置它可能呢就已经反弹结束了，我们就该跑了。OK， 这个呢是给大家讲到的特斯拉，那接着再给大家讲到的是 AMD。AMD 的话呢，先来看一下它的30分钟图啊，那就2天的这个时间涨了10几个点了啊。AMD 目前的这一个30分钟图上已经干嘛？即将要回踩到多方带的这一个位置。那对于这一个 AMD， 如果说您是有在我们的行情广播的这个学员，那你一定的话呢，能抓住 AMD 这一波的机会。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一个6月11号的这一期行情广播当中啊，当时呢是已经给大家讲过，它在这一个日线上是跟着出现了机构低吸的这个信号。但是因为它当时的话呢还没有确认，那如果说你日内想做的啊，你就给我看30分钟的结构9能不能是一个底部9结构啊，就在这个位置，它当时既是一个呢蓝烛的信号，又是一个底部9，又是一个下跌结构9，所以我当时就给大家讲，如果说呢，它在这个位置能收阳线突破这一个9号 K 线的一个高点，形成底部9结构的，那就说明它在日内呢会有反弹的这个机会。那相反，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没办法进行一个突破的话呢，那我们就再等等。这个是我们在6月11号开盘之前给大家去讲到的。能看到的一个点 AMD 在这个位置确实来讲它就干嘛，讲完之后它在这一个6月11号这一天的时候直接是收了一个阳线，突破了9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的啊，形成了一个底部9的这个结构。为什么我会一直让大家去关注它的这个9号 K 线？因为它在60分钟图上，因为它在60分钟图这个底部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最近一直在给大家讲到的建仓买点的这一个形态。什么叫建仓买点的一个形态呢？就是在底部的时候出现了这一个聪明钱在抄底，在这一个 K 线上出现了价格便宜的这个信号。我发现了建仓买点的这一个模型啊，它在美股当中用在30分钟图跟60分钟图特别的好用，尤其是一些强势股回调的时候，用这一个方法去抓它的底部的时候，特别的成功率呢特别的高。那么也是呢我们提前的这个提醒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学员呢去抓住了这一个AMD 的这个机会啊，当然人家呢是去买了它的2倍做多的啊， AMD 的这一个2倍做多就是 AMD 的2倍呢做多 ETF AMDL 啊，然后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呢，到周五的时候呢是拿了 12.28% 的这个利润的。那么回到目前的这一个 AMD 身上啊，30分钟图上目前它是处于一个多方带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回踩多方带。所以如果说呢你想要进场的这一个小伙伴呢，你要看一下它能不能在30分钟图上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止跌的这一个形态。如果它可以在30分钟图上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止跌形态的，那么你可以考虑呢在这个位置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去做一波这一个反弹。当然它真正的这个机会的话呢，来看一下啊它的日线，因为日线的话呢它才能决定这一个股票走的时候能不能走长的这一个时间。它也是一样啊，它在这一个日线上出现了机构由低吸转为做多，然后在周五的时候直接跳空高开的啊。那么 AMD 它是不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主线 AI 当中的 CPU 的一个部分啊？那能看到的一个点，目前 AMD 的话呢已经突破了这一根呢大阴线所在的一个阻力，现在往上再去看的话呢唯一的这一个阻力的话就是在这一个9号 K 线这里，因为它当时呢既是一个呢这一个高位9结构，又是一个黄烛的这一个状态，
它肯定是有双重的这一个阻力在这里的，所以9号 K 线的高点546块4毛4的这个位置是这一个 AMD 下周它必须呢要去挑战的一个目标。它呢只有把这一个价格给突破了的，那基本上它就能打开上涨空间。从这个价格呢到它的这一个收盘啊，到这一个511块5毛7的这个位置当中，其实基本上是没有阻力在这里的，唯一的阻力就是前期的这个高点突破了，它就能打开上涨空间，这是第一个关键的价格。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在这一个周五出现的这一个上涨缺口，能不能是新的一轮行情的启动缺口？因为这个缺口的话呢，出现完之后，能不能3天之内呢都不要收到实打实阴线，给进行一个回补？它如果说3天之内都没有呢进行一个回补的，那就意味着这一个缺口很有可能是 AMD 下一轮行情的启动缺口。那这个缺口的一个价格大概多少钱？490块4毛6。关注一下下周的时候啊，尤其呢是在这一个周三议息会议出来的时候，这一个缺口的价格它能不能守得住？能守得住的，我觉得 AMD 呢它要去打开上涨空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OK， 这个呢是讲到 AMD 关键的价格。那第二个来看一下啊，它的这一个结构现在来讲是处于一个上涨结构2，距离结构9还有比较长的时间，虽然不一定说它在这一个位置100%能走到结构9，但只要它是处于一个上涨结构的，都能说明它的行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势的啊，留意一下吧，下周能不能呢形成一个上涨的启动缺口。OK， 这个是讲到的 AMD。当然有一些学员呢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到的行情广播，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呢去在我们的这一个行情广播频道当中去学习？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去讲一下啊，如果说呢您是有加入到我们 YouTube 的铁粉频道的，那么你是有这一个行情广播的免费体验的，给大家去讲一下啊。成为我们的这一个 YouTube 频道的铁粉可以收到呢哪些的这一个福利。第一个福利的话，我们会在每周4的时候呢给大家去更新一个呢进阶的这一个视频。那这一个技术进阶视频的话呢，是你在外面的话呢就是学肯定呢是学不到的，因为很多的内容都是 Josie 自己给大家去开发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直播优先整股福利啊，尤其是有一些学员就是手上的一些股票如果没有给大家讲到的啊，你们直接可以去联系这一个助理，然后呢让这一个助理呢跟 Josie 去讲一下，可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分析。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铁粉专享的社区帖子，以及第四个就是我们行情广播的免费体验啊，这个的话呢是可以体验1个月。这里是我们的这一个铁粉的这一个福利。那如果说想要加入到铁粉的，那你可以打开我们的描述栏，在描述栏的第2个链接是铁粉的链接，第1个链接是助理的 TG， 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咨询这个助理。OK， 那接着呢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是一些呢现在的一个板块的这一个轮动。那如果说您是有参加内部课程的啊，应该有知道 Josie 最近一直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的这一个主线啊，整一个美股的这个主线仍旧是在存储、光通讯以及 CPU 身上，其他的支线的话呢，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边缘 AI。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个2026年啊，接下来的这一个时间当中，存储、光通讯以及 CPU 呢，它仍旧会是一个主流的这一个话题。虽然说呢，因为有 SpaceX 的这一个上市啊，可能这一个航天航空的这一个板块它可能呢会有一时的这个热度，但是我觉得它现在呢想成为一个长期的逻辑，它是有点难的。那后边比如进入到这一个物理 AI 阶段的时候，它有没有可能呢会成为下一个呢这一个强势的板块？有可能，但是目前来讲，个人呢仍旧会把主线放在存储、光通讯以及 CPU 身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去讲一些啊，就这一条主线上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光啊，美光应该是讲过的最多的股票之一了啊，它跟 AMD 基本上每天都在讲。那来看一下它的日线啊，周五收到的这一根假阴线，周五收到的这一根假阳线还是有点超乎我的意料的啊。你看一下这一个闪迪都已经干嘛，就是突破了2000块钱了啊。虽然收盘价收到了1900多，但是它在盘中已经触及到2000的这个关卡。但是这一个美光它竟然的话呢收了一根假阳线，
还是有超乎我一点意料的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美光目前它也是一个上涨结构当中的啊，它是一个上涨结构当中的，所以整体来看，如果说你是有这一个美光的，我觉得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就行啊。唯一有点遗憾的，无非就是美光它上边的这个缺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行这个回补，这里是稍微有点遗憾的啊。它这个缺口的一个没有回补到它这个缺口到目前都没有回补，那就意味着这一个缺口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历史缺口，那你就要注意一下呀。什么叫历史缺口？它可能就后边要有调啊，它得等干嘛？有比较长的这一个时间的这一个调整。它就说明这一个市场当中多方相对来讲啊还是没那么的强，没办法再像前面这样的这种强势了，这里是美光稍微比较遗憾的一个点。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一个美光的话呢，它周五收到的这一根假阳线啊，给我敲了一记警钟啊。所以有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目前个人对于美光的话呢，也会是一个超短线去做，就是30分钟图加这一个日线2个周期去看一下。当然对于这一个美光长期的逻辑来看，仍旧是没有问题的，涨多了之后回调很正常。那对于这个美光来讲，日线上一些关键的价格，第一个关键的价格的话呢，我会把它定到这一个上边的这个缺口，阻力还是比较大，到目前都已经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7个交易日都没有进行一个回补的，那就说明这个缺口的阻力确实很大啊，1038块5毛钱左右。那么往下的话，如果你是做短线的啊，关注一下这一个防守位。这个防守位是在下边的这个缺口下沿的位置961块8毛9，因为这个缺口如果说它在下周啊收一个阴线给它进行一个跌破的情况下，那么大概率来讲它会去探这一根大阳线的下沿的位置，它才可能会有支撑的作用在里面啊。所以对于这一个美光，如果有的学员关注一下这2个关键的防守位，一个呢是它的阻力，一个是缺口，这个支撑能不能撑得住？这里撑不住的话，大概它会去干嘛？下探这一根大阳线下方的这个价格。这个呢是美光它的这一个日线。那第二个的话呢，来看一下美光的30分钟图，因为30分钟图经过这一轮上涨之后呢，它现在已经回踩到多方带的位置，但是还没有出现止跌的这个迹象啊，所以再等等啊，想要进场这一个美光的学员再等等。我是更加希望它可以在30分钟图上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止跌的这一个形态，它如果能出现的，那就说明它的日线上的这一个支撑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干嘛还会继续震荡完之后继续的往上去涨。但是如果说美光在这个位置30分钟图上它是没能呢进行一个企稳的，没能进行这个止跌的，那有可能真的就是会去回探一下这一根大阳线的这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所以想要进场美光的，一定要等它的30分钟图出现止跌的这一个信号之后再去进场，不然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再等等啊。这个是讲到的美光。那第二个呢，要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LITE 啊，光通讯的这一个方面啊，它目前来讲也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的这一个状态啊。它当时在这里的时候啊，突破这一个空方带上沿，以为呢能转为这一个多方带，但稍微比较遗憾，第二天立马呢就收了一根大阴线给砸下来，到目前为止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的状态。好就好在呢，它在最近连续3天当中啊，它的这一个多方带的这一个实体一直在增大的啊，那就说明市场当中多方的这一个意愿还是相对比较强的。那关于这个 LITE 的话呢，注意的就是它现在反弹触及到这个空方带，会不会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的这个形态？哪6种呢？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黄足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呢，就是跌幅大于3% 的中大阴线，以及呢强势3日顶分型，这个形态是稍微来说比较常见，并且可信度的话呢是比较高的。第4个的话呢，是我们讲到的阴包阳的这一个形态。第5个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阴线，以及呢一个下跌缺口。那这6种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一个见顶的这一个形态，所以有 LITE 的这个学员，
它继续的这个阳线，那你可以给我继续的拿着。那相反，如果它在这个位置在下周的时候收到的是一个呢3日顶分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那我就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最好的话呢，它在下周周初的这个阶段，它可以收到一些阳线啊，它可以收到呢，那么2到3根阳线的话呢，它就有转为这一个多方带的这一个概率性，或者呢，像它前期这个底部一样，来一根大阳线啊，大力出奇迹的进行这一个上穿空方带上沿跟下沿，形成我们讲到的见龙在田的这一个形态，那么这一个位置就意味着呢，它可能又要起另一波行情了。OK， 这个呢是讲到的 LITE 的这一个飘带，那接着给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些关键的这一个价格。关键的价格，第一个关注一下就是从这一个低点到高点，它的这一个0点呢191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呢938块9毛5的这一个位置，它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一个阻力在里面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一个点啊，它这一轮跌下来的时候，它是0点382的位置进行一个止跌的。它假设说啊，在这一个位置能有转为多方带的话，那么跌到0点382，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一个强势行情当中的弱势回调，它有可能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它就是我们讲到的强势行情当中的弱势回调，那么它是有这一个机会去创新高的。所以对于 LITE 来讲，下周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能不能转为多方带，能转为多方带的，那么前期的高点应该是没有问题。那除了这一个我们讲到的0点191啊938块9毛5的这一个关键阻力位之外啊，剩下的这一个往上再去看的关键阻力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定到哪里啊？定到这一根大阴线1/2左右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是在983块5毛4。它往上的话，感觉阻力还是相对比较多啊，因为它在最近这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阴大阳的啊，涨的时候大阴线卡上去，跌的时候大阴线卡下来的。那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容易上蹿下跳，它容易就是会有这一些比较大的抛压在这里，所以先看呢第一个938块9毛5的这一个阻力位，能突破的话呢，那可以看983块5毛4，这个价格再能突破的，那前高应该就真的没有问题了。OK， 这个是光通讯的 LITE，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AVGO。AVGO 的话呢，财报它是符合市场预期，而且是大超市场预期的啊，但是指引相对来讲没有符合预期之后暴跌下来，现在的话呢，已经连续有5天的时间进入到这一个蓝烛的超跌的这一个状态，但是还没有转为做多。当时呢，这个 AVGO 呢，从这个高点暴跌下来的时候啊，有些学员就讲到的一个点啊，这一天大跌。对于这一个 AVGO 的话呢，当时从这一个高点跌下来的时候，收了这一根大阴线啊，当时我就跟大家去讲，它得最起码它得干嘛？它得突破大阴线高点之后，它才有机会。然后周一涨起来的时候，有学员讲到说啊，你如果按照这种策略，你就会错过 AVGO 的这一个机会。但你会发现，你在这一天，如果你敢贸贸然的去进场的话，现在干嘛已经被套住在里面的啊？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其实一直都没有确认，它已经由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了。所以我一般来讲啊，我不是说我一定要买在最低点的位置，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希望，一直都是希望能买在一个启动的位置，而不是最低点的这一个价格，我宁愿买高一点点。那对于这一个 AVGO 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有进入到这一个震荡的这一个阶段，但是没有转为做多啊，进场2个标志，要么它在这一个位置机构低吸转为做多，那我可以进场，要么呢它给我跌到下跌结构这一个9的位置之后再说。因为你能看到它现在已经下跌结构7了，距离结构9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如果说它在这一个位置跌到结构9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底部9结构的，那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去进场。那如果说它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的，那我就再等等啊，说明它可能呢还有更便宜的这一个价格在等着大家。OK， 这个呢是讲到 AVGO 的日线，接着来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60分钟图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它已经干嘛转为了一个多方带。
但是不大好的就是它没有出现一种比较明确的这一种启动的这一个信号，所以在60分钟图上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呢需要等一根比较不错的这种阳线，它才可能在这个位置当中会带动着这一个日线去上涨。我觉得最好有一根阳线可以把它在60分钟图上的这个缺口，大概来讲384块9毛7的这个缺口给进行一个回补的，那估计来讲它就会带动的这一个日线去进行了这一个上涨。那相反它没有出现这样的这种阳线的，那估计来讲啊，真的得等到9号 K 线之后再说了。OK， 这个呢是讲到的 AVGO， 接着呢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比特币。可以看到的一个点啊，就是比特币它在日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黄烛的这个状态。因为我现在在讲视频的时候呢，它还没有收盘，所以不确定性它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呢，就是收到这一个黄烛。如果说它在日线上收到这一个黄烛，并且呢离这一个飘带又比较接近的情况下，那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它在这个位置呢继续的黄烛，那你可以继续的拿着。但如果说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的时候，它给我收到一些呢这一个6种见顶形态当中的任意一种的，那就说明了它短期可能要调一调了。但是短期调整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你看一下比特币它在2月份的这一个月初的时候，它当时起来，它也不是一根 K 线咔就起来的。它在这里是不是也是震荡了很长的这一个时间之后，它才慢慢的去进入到这一个上涨当中的。所以我觉得有在关注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现在要关注的点就是它的这一个黄烛的这个信号会不会出现啊，这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会的话呢，那就说明了短期它又得继续的这一个调整。但是调整因为它的聚宝盆已经形成了，我觉得调整它一般来讲啊，就是没有触及到这一个止损价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震荡完了之后，它可能还得呢继续的起，所以有在关注一些相关个股的小伙伴，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它的日线上的这一根黄烛信号会不会形成。第二个形成的话呢，那到这一个空方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6种见顶形态它有没有出现。那跟比特币相关的一些个股啊，比如大家一直让大家关注的这一个 Circle 的话呢，它最近是一直在进行这一个横盘的这种状态的。那么对于这个 Circle，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过2种进场的这一个信号？来看一下，在6月10号的这一期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过啊，你想要进场的，要么呢你就等这一个蓝烛的这一个高点88块1毛1，或者说呢十字星的这一个高点的位置87块3毛8，就这个价格，它如果能被收阳线突破的话，那你可以进场。但相反，如果说没有进行这个突破的，那你就再等等。稍微比较遗憾的一个点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啊，既没有突破蓝烛的高点，也没有突破十字星的这一个高点，它连周三出现的这一个蓝烛的这一个高点都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所以在这一个位置呢，需要再等等。那如果说呢，你有在关注想要进场了的话呢，因为你能看到它在底部已经是在酝酿这一个聚宝盆的这一个形态。当时在2月底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是酝酿成功了这一个聚宝盆，并且出现价格便宜信号之后呢，它才起来的。所以对于目前的这一个 Circle 来讲啊，我觉得进场的信号有2个。第一个的话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它可以重新收阳线，突破蓝烛的这一个高点，大概来讲84块3左右。那么在这里你可以考虑呢去进场。第二个的话呢，它再往下调一调。往下调到哪里？调到我们讲到的这一个缺口的位置，一个呢是在62块9毛5，一个是在71块1毛9的这个缺口的位置。它如果说没能突破它的，那它去下探一下这个缺口，能在缺口这附近出现一些止跌迹象的，那大概率来讲，这个位置就应该是一个底部，可以参考一下啊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相反，如果说它去补缺口的时候，它是大阴线砸下来去补的，那估计来讲，它就会去探前期的底部了，这里就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风险。OK， 这个是讲到的 Circle，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英特尔。英特尔的话，这个股票我是没有操作的啊，是因为有一个学员他买了，现在的话呢，跟我说就1周涨了20%，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操作。
能看到的这一个点啊，这一个英特尔的话，现在呢已经要突破了这一个空方带。如果说在下周的周一、周二的时候，它收到的是阳线啊，收到的是阳线的，那么大概率来讲，它就会转为多方带。那一旦转为多方带的话，它的一个行情，它就不再是一天两天，它就是干嘛？参考一下这样的这种行情了。虽然不见得能涨这么的多，但是只要转为这一个多方带，基本上呢，它都是以周线去运行的这种行情，那就值得大家去期待。那第二个的话呢，从这一个高点啊，就是这一个高点到这个高点之间，你会发现，它假设出现底部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W 底的这一个形态啊。但是现在的话不算底，它应该算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不管怎么样，它在前面的这一个位置当中，它这里有个颈线的一个阻力，对于目前的这一个英特尔来讲，困扰还是比较大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根大阴线，它还是一根干嘛？将近倍量了啊！这一天它基本上都要放出倍量了啊，它差了一点点啊，它是一个高量柱的这一个形态。那给大家讲过啊。高量柱的话呢，它的这一个高低点，低点它是有比较大的支撑，高点它的阻力是比较大的啊。那能看到的一个点，这一根高量柱的高点，大概来讲是在126块6毛4。如果说英特尔它在下周可以收阳线突破这一根大阴线的高点的，那我觉得前期高点，或者说呢，就是这一个前期高点之后。它就能打开上涨空间，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期待的。所以有英特尔的话呢，关注下周一、下周二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它会不会收到大阴线啊，直接又给它给跌破，那就没办法了。没有出现这样的大阴线的，它出现的是阳线，甚至于呢小阴、小阳等等都可以。周一、周二的时候，那它大概率就能转为多方带。那价格上的话，一个是大阴线的高点，还有一个呢是前期的这一个高点132块7毛5。我是觉得它能把大阴线高点突破的情况下，那这个价格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甚至于呢，它能不能再继续打开上涨空间，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OK， 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